然后也可以说这个，还可以加这个赭石。赭石这个颜色可以多加啊，这个红加赭石之后，它呈现出来这个颜色就也是这种感觉啊，很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颜色。我们把这个颜色再一次调出来，加砖红。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哈，那这种感觉都可以。然后还有我们可以单独的去把它加成深褐色，就是这个颜色很单纯的变深了，就这个感觉。啊，当然反之，我们单纯的把这个颜色想要变浅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其实呢，就是加我们变成马卡龙色调的那种颜色嘛，对吧？但是这个颜色的话，它可以作为也是莫兰迪色系里的。也是可以的啊，那就同样的一个原理，那我们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，它俩是可以相加的，那它就不会让这个正红色这么浅，然后也不会让这个颜色这么粉，而是调出来一个很中间色的一个感觉，这个会是一个很艳的红色。有的时候大家想要这种很艳，然后又偏正一点的这种红色的时候，就可以用它。然后我们继续去用这个颜色。可以加这个，但是它俩加完，它还是有点偏紫啊。但是颜色也可以，这个颜色加这个玫红加玫粉会变成什么啊？就变成它俩中间的一个颜色，还是有点玫粉的效果，但是它会比这个玫粉颜色要在就是介于它俩之间啊，比它要偏紫一点。当然还有这个里面去加砖红，其实跟刚才颜色混色可不可以啊？完全可以，其实就它们这些颜色之间色相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红色系，你把它们全部混到一起都可以的。你感觉上好像加了无数个颜色，其实它加入的就是红色，红色加红色嘛，所以它这种颜色混色就不会脏不会乱啊，可以互相加，那你就可以由此可以演变出来 N 多个颜色。那你可以说是它们3个加在一起嘛，也行，它们4个加在一起嘛，都行。玫粉加一下，这个还都有点调不下了，这个红色系有点多。翻一篇，咱们继续。那就接下来就是这个颜色了，对吧？这个颜色呢，以它为主。这个红我先涂到这里啊。就你们在涂的时候，其实跟我涂颜色的话，就是大家最好记一下啊，用的都是哪2个，要不然过后就忘了。或者说跟着我的这个看我调色啊，看完我来调色之后，你自己就是有这个感受了，就跟你自己调色其实也差不多，就知道哪2个颜色它的搭配在一起的一个原理是什么了。这个我放的水比较多啊，然后颜色调浓一点，它是这样的，它实际上是这样的，这个颜色会比较有点深，红色居多一点，它会好看一点。它们仨其实是一样的，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是红色多，这个是加的水多，中间这个是它俩1:1调的之后的效果，1:1。还有就是粉色，来吧，粉色不要忽略调啊，粉色，它俩可以加一下，就会是这样的，之前调过，加这个，还有颜色会有点紫，看一下就紫了，就是你把这个颜色加完浅色之后，你其实更能分辨出来它原本的色相是什么。要判断不了一个颜色的色相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往里面去加浅色。它颜色有点发紫，这个颜色就不加了。粉色加涂橘，粉色加褐色，赭石啊，这是赭石的颜色。脏粉，
所以说粉色在实际的应用当中也并不太多。对，粉色和这些颜色调色的话，也是浅色系的那种脏粉的感觉。那这个才是擦掉一部分。这个加土橘，哎呀，加多了。这样，它这个颜色有一点是，就是介于土橘色和这个砖红之间了啊。这样，这个颜色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，除非有的时候你想，找那种中间色的时候会用得到，然后其余的时候你直接用那个砖红色或者是这个土橘色就可以了。土橘和这是土橘和砖红。它俩因为本身颜色就比较接近啊，所以意义不大。土橘和深褐，它俩呈现出来是一个橘色的那种效果啊。这个颜色可以加进去。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完整的红色色调啊，我们调出来的。我们下一个的话就是紫色调了，对吧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个OK， 紫色调的话啊，我们的调色的方法也就是按照这个流程，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是先调颜色冷暖，对吧？先去调颜色冷暖，然后的话再调深浅，最后再同色系啊，这样去调，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哈。我们来找一下其中它的颜色。那首先的话，发紫的话，我们找一下刚才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使用到的，就比如说是刚才这两个，对吧？但是其实它们三个之间的话，这种都是属于没紫色系、没粉色系、没红色系，这个偏红调，这个偏粉调，这个偏紫调啊。到时候它们几个互相可以去混合。单纯去使用的话，我们肯定还是要去先调这种正一点的啊。首先的话，这个紫罗兰的颜色啊，我们先把这个颜色先给它那个画出来，先把紫罗兰的颜色放在这个位置啊 ，C 位。它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正经八本的，我们需要用到的啊这种传统色调。那如果它的颜色要去调的话，先调亮的暖一点啊，就是加入少量的黄哈，少量的黄它会变成这样的颜色。这时候你们发现其实有一点接近于这个的，但这个的话颜色明显要比它更重一点啊。就是咱们给到大家的颜色，就是你单纯去调的话，你能调出相似、相近的啊，但是不是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就单纯这个颜色的话，它不太好调啊。那颜色的话，我们可以说把它加的暖一点，不，颜色给它加的浅一点。这嘴是怎么了？今天，同样的颜色可以让它再重下去一点，加一点褐色进去。这个颜色加完的话，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灰啊，颜色更灰了，紫色那个感觉没有那么明显。然后我们再改变一下它的冷，变成冷色调的，然后加一点蓝，变成这样子。然后颜色让它变浅。这个颜色其实再加一点白色也好看，一点点啊，不能加太多，一点点，它会属于那种淡淡的、很甜的紫色。然后加一点点褐色，颜色瞬间它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，会变成这种。好呢，可以加它同色调的啊。这个的话，我们跟前两个调色的话，已经不太一样了。上一个我们黄色的时候是，因为黄色本身就是很暖洋洋的颜色嘛，对吧？然后红色的话，我们先发掘出来了，它可以加冷暖，然后调深浅，对吧？然后又发现了可以同色系去调色啊。对，还有一个对比色可以去调哈。对比色，我们先来加对比色吧。紫色的对比色是什么啊？还是可以先看色环。今天这个嘴实在是。紫色的一个对比色的话，会是那种黄绿色啊，但是我们在色卡当中，这个里面是，明显是没有明确的一个黄绿的。那我们可以稍微先调一下，瞅成这种黄绿色，就是黄加一点这种这样的绿啊，绿色偏多一点，这种感觉的啊。它俩这个是对比色，
对比色加进去之后，这个颜色确实是会发灰，但是你会看到它颜色有点显脏，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干嘛？紫色可以多加啊，就是还是因为刚才我紫色加的比较少的一个缘故，这个是加完对比色之后的效果，紫色可以再稍微加多一点点。其实就是在刚才的这些颜色当中去加一点点绿色，相当于这种感觉，就是颜色再深一点，是这样的效果。然后假如说让这个颜色它浅一点，这个颜色就不能再深了，再深就不好看了，只能说偏浅一点。浅一点你会发现其实跟上面这个颜色有点接近，这样的感觉哈。这个是它的对比色，对比色完事之后，我们可以去调它的同色调了。同色调的话，首先就是这个紫色，我们可以先加粉一点的啊，因为它俩属于是类似色，就很好看。然后这个紫直接加这种肤色，它也很好看，对吧？上一节我们有给它调马卡龙的时候调过这个颜色。可以在这个里面再加一点点白，它会是这样的，很嫩的颜色。那这个就是这一个紫色就可以调出这些哈。然后我们下一个的话就是跳过这个啊，这个的话调完，因为它本身那个色相就没有那么的紫啊，所以它调完的颜色的话，调完会有点显脏，所以我们要略过这个。我们要调的是这种颜色很明确的这种啊。然后把这个颜色当中，这个颜色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颜色啊，先把这个颜色可以先放上去。每一个颜色要记得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明暗变化，然后这个颜色我们也把它加进去。这个颜色首先它自己独立的就可以去变成一个这样的淡紫色，就是它颜色可以变淡啊，但这个颜色不要加白。上节说过，它这个颜色加白的话会特别明亮啊，不好看，就不属于是那种灰调的那种感觉了啊。这个颜色我们可以里面再加一点褐色啊，它变成的暖暖的这种紫色也非常好看。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加入一点冷暖变化，同样的这个色调当中加一点点黄。我感觉这个颜色有点被污染了啊，把它洗一下。污染，表面占的颜色有点多了。洗的这个色盘的话，就把表面这个位置都给它抹一下啊。然后这个里面这个时候是有黄色的，我们就不要再去蘸了，就直接去蘸这个紫。再加一点这个，笔上的黄色还是太多了啊。这个紫色一定要这个时候多加一点，这个时候才不会改变它的一个色相。好，这个颜色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它是这样的。我加一点水进去哈，能看出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再加一点什么？加一点肤色，让它变浅，看看啊。这个颜色肯定是不能再深了啊，再深那得太深了，那就所以它这个颜色就不用加褐色了，就加一点肤色进去看看。然后如果加一点白色的话，它会颜色是变成那种更冷一点的啊。这个也可以的，少数的颜色说可以说往白里去加一点点白进去，但它颜色会有一点就是灰色的那个感觉会特别浓。想要这种调调的话，里面可以加上这个白啊。然后我们再去加它的什么同色系，冷色系，加冷色系就是加一点蓝进去，感觉到这个时候其实它的变化还可以，对吧？这时候它会变成那种偏蓝紫色的效果。其实它这个颜色你还可以加这个蓝啊，这个紫可以加这个蓝，可以加这两个。就我经常会用到它们两个这种蓝紫色来调，就很好看。或者是让这个紫去加这个蓝啊，但不要加太多，那它会变成那种偏蓝调一点的那种感觉。还是紫色回归的多一点，它变成这种效果。当然它也可以加墨蓝嘛，对吧？但是加墨蓝这个颜色就是
另外一种感觉了。紫和蓝啊，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碰撞？因为本身它俩就是相近色，它俩是邻居，所以说放在一起，这个颜色就很多变化出来。然后同理啊，在这几个蓝色当中，我们去加入肤色，不同程度上的让它颜色变浅，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是很可以的。这个加的稍微多了点点，这样还可以。这个地方沾上什么东西了啊？放在旁边，再来一点点加在这个里。这种就是都是很典型的墨蓝底色。就是你把颜色一调浅了之后，它整个的颜色的偏向你能看得很清楚。然后这几个颜色的话，我们如果说啊需要给它调深的话，这个是可以去加这种墨蓝的啊，因为这种颜色如果你要加的是这种深褐色的话呢，它会变成这种感觉，不是不行啊，而是它这个颜色会有一点太深。可以这么说，有点太深了。但如果说是你去加同色调里面啊，墨蓝色的话呢，它会呈现出来这个效果就会是这样的。它会更往蓝色系可能会靠一点，然后它颜色要更纯粹，但是都可以啊。就是想把它的颜色调偏深一点的时候，你去加褐色或者说加更深的蓝色，其实就是稍微让它整个色调靠的暖一点和靠的更冷。啊，这样的一个区别哈，所以说这样的4个颜色，我们再去把它调深的时候，就加这2个，哪个都可以，就像我们到时候想要哪种颜色的啊，再去把这2个可以说稍微，哎呀，加了蹭走一部分，加一点点这个褐色就可以啊，是这样的，然后加一点点墨蓝的话。这个就不能再加墨蓝了，因为这一块我已经加过褐色了哈，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就好了。这半边去加褐色，然后这半边我们去加更深的墨蓝色。对，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啊。然后其实同理啊，我们换到这个紫罗兰这个颜色的话，它也可以这么去调，就是再调一遍这些蓝色也是可以的。同样的一个原理啊，我们就不再把所有的颜色都调一遍了。我去示范一下啊，还是这个蓝，然后我们可以加，刚才这个蓝其实已经加过了，对吧？我们加一点点这个蓝，看它会稍微改变成什么样啊？就这个颜色还是很可以的，它会变成这种蓝紫色，有一种夜空当中的那种感觉。加一下这个。然后颜色可以变浅，这个就有一点蓝色色调的感觉了，就更偏蓝一点点。然后这是最重要的2个紫色啊，就可以它可以按照这个公式可以变换出来这么多。但是紫色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是操作到这里就可以了哈。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蓝色和绿色了。蓝色和绿色它们2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啊，但是它俩的颜色之间，我是觉得没有说是紫色和蓝色之间那种那么友好啊。具体我们蓝色的话，其实跟黄色调更友好一点。我们去把这个擦一下。蓝色调。首先，我们在视觉效果上的第一个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它这个有点介于蓝绿色之间，对吧？所以说它俩之间可以互相调一下啊，先变成一个新的颜色。看它俩会变成这种啊，这个颜色很好看的，就很特别啊。这个在于传统色里面的话，这个颜色就很独特的一个，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再去搭配孔雀啊，那种时候，我们背景色的时候可以去选择用这样的感觉的颜色。当然，这个颜色也可以偏灰调一点的，就偏更颜色温柔一点啊，加一点点嫩的颜色在里面，这样这个颜色就很好看，对吧？一种天青色。跟那种偏青色一点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很好看，稍微加了一点白进去啊，
稍微这样一点感觉可以的。然后再有就是这个，站错了。再有就是这个颜色本身了啊，它本身。然后蓝色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蓝还是这个蓝啊，就我们刚才调配出来的这个蓝色，它的一个对比色啊，我们可以稍微加一下。对比色的话是红色，对吧？改色环啊，红色。这个红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啊，要加就加正色的啊，让它变成什么色调里的话就加一点正色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加的肯定少，加的非常少啊，要不然就偏红了，它就不对了哈。加的非常少之后，它会变成这样的，有点大象灰这种感觉的颜色，变成这样的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去添加一下肤色，它变成这样的色系。整个就这一排颜色，所以它们两个组合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啊，大家可以记一下它俩这个组合。然后其次啊，我们要正经开始用这个颜色去调单独的啊，单独的它面对于调色的时候啊，先调它的颜色的深浅，对吧？这个颜色本身已经够深了啊，它不用再深了，再深你就加黑了啊，直接加肤色它会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颜色本身啊，这个颜色是一个非常正的深蓝色，然后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这样的传统色。颜色路线去调浅之后，它也非常好看的这种啊，可以很实用的，实用性特别强，会在很多的款式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然后再一个就是调色方面，对吧？就是它颜色，如果你想要再去往深的去调的话呢，加褐色会是这样的啊。其实它加褐色就有一点是深色的这个蓝，然后让它偏了黄一点点。其实呢，它俩去调的时候，这个颜色就会有一点发绿了。啊，你会发现有点像变深的橄榄绿嘛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深褐本身里面是有黄料在的啊，所以这个蓝色去调深色的时候它比较特殊。这个颜色我们要加深的时候就要加黑，这个颜色要加深的时候要加黑啊，因为它的特殊性，因为它加深褐会变色，所以我们加它的时候才加黑色啊，这样的。然后它跟有的宝宝可能觉得它这个颜色这么深，这不就是墨蓝吗？不，有区别啊。墨蓝我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区别的。尤其你要深的时候分辨不出来这个颜色的这个纯度和明暗关系的话，你看这个，把它颜色调浅，变浅色了之后一目了然，它俩的颜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然后其实这种深蓝的话啊，就是完全就是这种深蓝，它的对比色的话就是黄了啊，还是不要去加，要加的话加一丢丢，我们试一下啊，就是黄的话肯定是加只有一点点，否则它又变绿了，就这种就，哎呀，你看。加上这样它就变绿了，所以说只要一点点一丢丢就可以啊，一丢丢的话它那个颜色一改变还可以，它这会变成这样的蓝，会也很好看啊。所以对比色是可以加的，但是就是掌握好这个量就行。然后可以把它颜色变浅，这个颜色就不要再加褐了啊，本来黄就已经加进去了，完了再加深褐它就更绿了啊，就变成那种绿色了。这种颜色其实要是想加深一点的话，就是再加一点墨蓝或者加一丢丢的黑。加黑啊，这样的，所以说你可以得到一点，就是说蓝色调的时候去，调深的时候啊，尽量是加黑色，少量的颜色，个别的颜色调深的时候加一点点褐色，为了不出错的话，你就加黑就完了，可以把它记下来啊。然后我们去换一个这个蓝了。这个蓝可不可以和它调啊？当然可以，它俩调完之后，这个颜色也很特别。看这个，但是它俩这个颜色有一点介于那种，有点像是这种孔雀蓝的一个怎么说呢，亮色感啊，可以把它添加上去。这种，就我们在那种类似于像栀子青绿那种配色当中，就这个颜色。栀子青绿当中偏蓝调一点点啊，其实它里面是有一点点绿的感觉的，因为有这个颜色在。这个颜色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传统色，然后这个颜色也是，这个颜色本身也是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可以偏浅哈，调浅一点啊，非常好看的青绿色出来了。调深一点，我们加什么？加黑对吧？一点点的黑啊。笔尖你看我都不敢去揉，就是笔尖轻轻碰一下我就拿出来了，就是因为黑色的话在水彩当中颜色太纯了，然后调两下之后这个水都黑了。然后单纯的是这个颜色，的
它有一点偏是那种孔雀蓝。孔雀蓝其实它这个颜色可以是对比色，应该是橙色啊，我们加一下。这种颜色的话，就对比色还是浅黄啊，我们就不用加了。这个橙色的话就是红黄，对吧？这样的一个橙色啊，稍微加进去一点，看它会变成这样啊，有一点点发绿，这种感觉。然后加一点点肤色，这是加对比色啊，然后加肤色，再加然后再加黑，要不然加黄它就真的就完全就绿了。然后加黑是这样的。加的不够多，哎呦，加太多了，这样的，然后是它们几个啊，这个蓝，天蓝色，天蓝色它是作为一个3原色，这个颜色本身的话呢，我是习惯于给它去调一下再去用的啊，我一般都会调肤色或者是调白色，对吧？调肤色的话，它颜色会有一点偏绿啊，可能因为我今天这个笔还是会有一点点脏，它颜色的话，再加白的话，也很可以，就很干净的浅天蓝，很干净的浅天蓝的话呢，有点太浅的话，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啊，戳一丢丢的这个黄进去，它就会变成稍微有点点发青色的颜色。那要论它的颜色的对比色的话呢，其实应该是微微应该是有点发粉的啊，应该是这种玫粉色的，加一点点进去啊。它颜色会发灰。然后我们换一杯水去啊。